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C。那现在是2025年5月。那前阵子因为大罢免的关系，我在社群媒体动态上看到有些人在分享，他拿着立委选举，也就是2024年立委选举，他那个区域立委的投票中，绿营得票数比蓝营得票数还要多。然后呢，用这个来讲说我们的立委选区划分有问题，然后进一步说立法院里绿营才是民意多数。具体来讲，就像这张图哦，他说呢，2024年的立法委员选举，民进党得票数是609万，那国民党得票数是540万，民众党得票数是40万，所以609万大于580万，所以说民进党应该才是立立法院的主流民意。又或者是这个文章哦，他说呢，蓝白的票并没有比较多，但是呢，如果说得票率算政党的话呢，蓝白加起来是43.4，绿的有45.1。对，那所以呢，照理讲呢，两者应该是差距不大，然后绿的多一点点。但是呢，因为区域立委蓝白比较多嘛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选区划分的问题。好，选区划分的问题。然后呢，他说呢，桃园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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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立委怎么选都是一半一半。那么谈到选区划分的问题，在政治学里面当然也有探讨相关的议题。各位在高中公民科应该也有接触过，这个概念叫做竭力容源。那么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来自教科书的竭力容源的概念了。那这张图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竭力容源图，它来源是这样子，就是呢，当初呢是因为美国的一位州长，他叫做 Gary，那 Gary 呢，他为了保持自己胜选，那么他做了一个选区的重新划分。那划分以后呢，选区的形状呢变得很像蝾螈一样。那蝾螈的英文叫做什么？叫做 salamander。对，所以呢，大家呢就把他的名字 Gary 跟这个蝾螈的这个英文呢 salamander 结合在一起，就变成 gerrymander。对，那就是在讽刺说，哇，你为了胜选，然后画了一个奇形怪状的一个选区。那么竭力蝾螈呢，它会有两个方向，第一个是让选票过度集中，我希望能够让政敌，也就是我的对手，他的选票能够极大的浪费。所以呢，我把所有支持对手的选区呢，全部都划在同一个选区里。这样子的话，就可以确保说剩下的选区都是都是以我为优先。第二个方向叫做选区平均分散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意识到在选区里面呢，有对手阵营的大票仓，那我要试图瓦解这个大票仓，我就用什么样呢？我就用多个选区来分割这个票仓，那让这个票仓呢没有办法发挥胜选的作用，它的地理被瓜分了。所以接龙员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它是一个什么？用选区划分的方式呢，来设计图利特定政党或者特定政治势力，那它必然会呈现什么？必然会呈现的是它会有地理上的突兀感，它的选区会是很扭曲的。那么什么样子的选区规划才是公平的呢？那我们在我们的选举罢免法里面第37条第2项，各位可以看到，选举区的规划应该要斟酌什么？第一个是行政区域，第二个是人口分布，第三个是地理环境，第四个是交通环境，第五个历史渊源。对，选举区的规划应该要遵循这五个原则。那么我们大致上可以把选区规划简化成两个理想的方向。第一个就是票票等值，对，那票票等值很明显的就是它跟人口挂钩嘛。我们希望每一个立委选出来，它背后的人口代表性是一致的。对，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是区域代表性。那这就是
另外4个原则就是有关于行政区、地理、交通、历史这些，我们大致上都可以把它归纳成这个是区域代表性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希望选出来立委是能够代表我们这个生活圈、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生活的人。那么这是两个方向。不过很遗憾的就是这两个方向是几乎不可能同时满足的。也就是说你几乎是没有办法做到，你既要票票等值，又要有充分的那个区域代表性。我们就先不要看台湾好了，我们举老牌民主国家美国。那我们知道说，在美国里面，它是两院制嘛，就是参议院跟众议院。那么参议院呢，它每个州总共有2席。那很明显的，这是基于什么？这是基于区域代表性。就一个州就是2席，不管你的人口是多少，就是2席。那就算是众议院呢，众议院它每席所代表人口也是从50万到90万不等，对，它的代表性也是浮动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要用非常严格的票票等值来看，就算是美国也做不到。那么再回到台湾来，台湾的选区当然也是有这种人口浮动的状况。比如说，以台湾最小的立委选区，它有多少选举人口呢？那最小的选区是马祖，它只有12094人。那最多的呢，多的话是可以多到30几万人的。那这个浮动差了30倍啊！所以我们知道，单就选区规划来看，一旦你要考虑区域代表性，你就不可能严格做到票票等值。难道你要把马祖、金门、澎湖，然后跟什么跟桃园并在一起吗？还是跟台北并在一起吗？这是不可能嘛，因为他们生活圈就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台湾过往有学者在研究这个选区划分的公平性吗？答案是有的。那么给大家知道一下，就是在2008年，也就是我们第7届的立委选举，那是第一次改成单一选区2票制。在这次的选举过程中，国民党获票率是53.5%，但是他获得了78.1%的席次。因为这个现象，就有学者在2010年做了一个研究这个论文的名称叫做《选票空间分布与席次偏差：第6届、第7届的立委选举的考察》。OK，作者是那个邓志松、吴清恩还有柯一荣。他就说啦，摘要这边就写啦，就是我刚刚讲第7届立委选举采用单一选区2票制，那么国民党获票率53.5%，或者78.1%的席次，席次偏差甚大哦。对，席次偏差甚大。那这个研究方法我们不细讲。对，那简单来讲，他用了那个选举资料，然后跟 GIS 结合，还有那个票差的统计，来去评估说有没有出现选区恶意划分、图利特定政党的行为。他获得结论是什么呢？研究结果呢，发现席次票差绿营不能归咎在选区划分上，造成席次偏差甚大的主因呢，两政党的实力差距太大，而且政党选区的获票率标准差过小，因而扩大获票率跟席次比的差异。那么我们进一步来看他的结论。他说呢，比较了第6届跟第7届立委选票的空间分布之后，找不到证据支持优势阵营刻意划分劣势阵营的选票聚集区。回归结果显示，其实选举过稍稍对绿营有利，但是未达显著水准。也就是说，蓝营与绿营从选区划分获得好处其实差不多，没有显著差别。那么刚刚有提到嘛，他的发现就是第7届立委不能归咎于选区划分。那极度偏差的原因有2，第一个是蓝营实力比拉大，尤其北部县市。那么这个如果你对2008年选举有印象的话，你就知道那一年可以说是对蓝营是非常顺风的一次选举。那么
第二个呢，就是在各县市当中，两个阵营在每个选区的实力相当平均，以及选票的分布相当平均，以及各选票变成第叭叭叭叭好，所以进而扩大了获票率跟席次差距。那么为什么选票分布相当平均会进而扩大获票率跟席次比的差距呢？OK，我知道这个大家可能不是很理解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要举一个极端的例子，让大家了解这个是单一选区的特性。现在假设有一个超平均选区，你随意的框出任何一个地理区域，优势政党跟劣势政党支持度永远是51比49。对你不管框小，就是框到村到里，或者是框一整个市，都是一样支持率，永远是51比49啊，分布是完全一致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，你用单一选区简单多数决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区域立委的选举制度。那么你想一下，这样在这个超平均分布状况下，优势政党它会获得席次比会是怎么样子？好，我想你应该是很清楚，答案会是100比0。优势政党在这个超平均分布下，它会获得所有的席次。那么这个状况呢，不不是有人做选举舞弊，也不存在选区划分的问题。我用这个极端例子告诉你，这个就是单一选区的特色，这个选制的特色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你制度是单一选区，那么你的票数跟你的席次就不可能会一致，一定会有差距的，而且这是正常的。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，2022年县市长选举也是单一选区，那蓝营或者说非预立营囊括了绝大多数的县市长席次，就是17比5。那么你在那个时候，你有质疑说这都是选区划分的错吗？或者是你会拿着总投票数跟席次做比较吗？我相信是不会的，因为你心中很清楚的知道区域跟区域是独立的，是要独立看待的。另外呢，我在找资料过程中有找到另外一篇论文，这篇论文叫做《立法委员选区划分之竭力容源探讨》，以台中第二选区为例，作者是刘远路。那特别来跟大家讲，那跟大家讲的原因呢，第一个是因为它很新，对，它资料到第10届的立委选举，对。那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是它是针对单一选区做分析，对。那么我们前面看的那篇论文，它是拿全台湾资料去做分析嘛？那么这一次呢，这个论文是拿单一的选区做分析，对，而且他选了一个是看起来很像有竭力容源的选区，也就是中二选区，台中第二选区。对，那么中二选区呢，我们一般印象是怎么样呢？第一，它是严家的势力，对吧？第二，它是蓝营铁票，蓝营的票仓。我们直接拉到它的结论来看。首先，第一，现行的中二选区对严家而言，并不是一个对他最有利的竭力容源选区。那为什么这样呢？为什么他会说？为什么他会说这不是对严家最有利的选区划分呢？那么他进一步解释哦，就是在第5、第6届的时候呢，乌日、雾峰、大理都不是严清标有优势的选区。所以什么呢？所以这很显然不是图利严家的竭力容源选区划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他分析了到第10届的4次选举，发现说严家不但没有很稳固的拿下中二选区，甚至严家都是处于激战，甚至是有略输的，还略输给竞争者。对，所以重点就再来了。当初被点名的几个选区里面，经过几次立委选举，
仅有新北二这个选区尚未轮替，其他都已经经过政党轮替了。所以你很难去讲说，哦，我这个选区划分专门图利某一个政党，没有，已经经过政党轮替了。所以在国会选举上，你考虑到区域代表性，你就不应该去追求绝对的票票等值，用纯得票数，你去看哪一党才是民意多数，这个呢是完全忽略了区域的差异哦，完全忽略。这个是包装成分析的政治话术。我说明白一点，假如说你今天这么在乎票票等值，这么在乎民意更支持哪一个政党在立法院，你为什么不去看部分区立委的选票？你为什么不去看政党票投票数？那么，因为我本身是做投资交易的，我可以告诉各位啊，这个呢其实是人性的一部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当我投资赚钱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也英明神武，高瞻远瞩，全部都是我的技巧。对，那么如果我投资赔钱呢，那绝对是大环境的问题，绝对是制度的问题，对，绝对是川普在搞，主力在搞，对，绝对都跟我没有关系。所以赚钱是我厉害，赔钱呢都是别人在搞我，人性。